全网直播的世纪婚礼上，我穿着带血婚纱站在悬崖边，全场大佬都在寻找刚刚失踪的小白花女主，而我这个被挖了半个肾的新娘，却成了第一个被怀疑的人。熟悉的电子音响起，宿主要不要换一个人攻略？但我知道换一个人攻略的前提是这具身体死亡。我犹豫地朝着悬崖伸脚试探，只要跳下去，我就能换目标了。这时身后传来一道讥讽声，我回头看去，撞上弟弟灼热的视线。女主失踪的第一时间，我一手养大的少年第一个怀疑的人就是我，多么讽刺啊！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能不能离我远一点？我冷漠地看着他，你现在不应该也跟萧景晨一样，满大街地找你的婷婷姐吗？毕竟每一次好感度上升的关键时刻，梦婷都会莫名出现一些状况。今天莫名其妙的消失，也不过就是为了阻止我和萧景晨的婚礼。等事情过后，他又会装作没事人一样回来，大家对他的指责也只会一笑而过，每一次都是这样。但这次不同，我沈岩从此以后放弃萧景晨了，放弃这里的所有人了，包括我自己。你别再自作多情了，婷婷姐失踪就已经够令人担心的了，你在这显什么存在感？就算是你真的跳下去，我们也不会如你所愿。我笑了笑，在季星震惊的目光中，毫不犹豫地越过警戒线，踩在崎岖不平的海崖边上，再往前一步就是无尽的海底深渊。此刻海上的风变得温柔和煦起来，耳边的声音逐渐模糊。我终于能摆脱这些是非不分的家伙，答应我下一个攻略目标要对我好一点，别再让我吃这么多苦了。我踮着半只脚，悬空笑着往前扑去。突然手臂猛地传来一股拉力，我不甘地回头，看到警戒线旁拼死拉着我的少年季星，他双眸颤抖，眼眶微红，死咬牙，拽着我的手都忍不住的颤抖。沈岩，在婷婷姐没找到之前，你不能死，你就算真的不是你也不能松开。奔赴美好的进程被无情打断，我皱眉，抬起另一只胳膊，想要扒开季星拽着我的手，一只脚已经悬空，只要他放手就能成全我了。但奈何他两只手都抓得死死的，根本不给我丝毫挣脱的余地。我铁了心要挣扎，拼命的一根根掰着季星的手指。你疯了！季星一声怒吼，跟着半个身子越过警戒线，差点掉了下去。我真是服了你了，我认输好不好？婷婷姐失踪应该跟你没关系，你别这样先上来啊！他急得眼眶盛满泪水，语气止不住的慌乱，死咬牙坚持着，我去死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给我放手！我狠狠推他。听着这话，季星脸上白了一瞬，仍旧咬牙死抓着我，眼神中满是倔强与受伤。我看着他现在的这副模样，不由得嗤笑。谁能想到现在光鲜亮丽的邻家大少爷，小的时候曾小一团，生活在垃圾桶边上，渴了就喝路边的积水，饿了就在垃圾桶里跟狗抢吃的，浑身散发着恶臭味，脏乱不堪。那是一个暴雨的夜晚，我回家的路上瞥见了他小小的身影，没有一丝犹豫就把他带回了家。从此我以为自己再也不是孤身一人了，从此季星再也没有受过任何苦，家里没有经济来源，我一边上中学，一边在街上捡旧纸壳子，卖废品攒下一点点积蓄，就拿去给季星买新衣服，买好吃的。7月酷暑，顶着炎热的太阳，给人家在路边半跪着擦鞋，一双鞋1块钱。2月严冬，双手放在刺骨寒凉的冰水里面，帮海鲜店的老板杀鱼，每条约5毛钱。甚至到最后，为了供季星上好的中学，我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可后来呢？因为害怕被别人知道自己曾被我这个孤儿养过，季星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欺辱我的队伍里面，甚至嘲笑我的学历。你能不能放手？我的事与你无关。少年面色惨白，整个人呆愣在那，似是听不懂这句话一样。见他实在不松手，我深吸一口气，好吧，一起死也不是不可以。姐姐，不要！我用尽全身力气，猛地一跳，反应过来的季星绝望的吼叫，他身形不稳，跟着一起坠落。抓到我的瞬间，两人同时砸向海浪之中。温继白找好的救生员第一时间跳了进去，将两人双双救起。刚站稳，季星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红肿的眼眶震惊地看着我，见我要走，发了疯一般拦着不让我离开半步。滚开！不，我不走！他吼着，一颗晶莹的泪无声地顺着脸颊划过。意识到自己的不对，立马倔强地转过头去，咬牙问道：你怎么忍心带着我一起死啊？你快给我松开！这样缠着我，还不如赶紧去找你的婷婷姐。我的话似是提醒到了季星，他抓着我的手更加用力。在婷婷姐没找到之前，你哪也不能去，真是有够无语的了。我疑惑地看着季星颤抖的肩膀，他愤恨咬牙，神情带着微微的后怕。甚至在回玉龙湾的路上，也紧紧地盯着我，一步不离。这件事是因为你，而且现在婷婷姐下落不明，你只要说出婷婷姐现在在哪，我相信还有挽回的余地。在我心中，你还是我姐姐。噗嗤，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你爱怎么想关我屁事。说罢，少年脸上刚恢复的血色又慢慢褪去，一路上他抿着唇，呆呆地看着风景，一言不发。玉龙湾次卧外宽敞的走廊上站着不少看热闹的佣人，一个两个悄悄透过门缝偷窥我的动向，嘴里还在小声嘀咕着。刚刚寻死觅活地
还要跳海牙，这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一个劲的做成了厉家少奶奶，也是门手艺。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可是听说他呀，当初跟温先生还有一腿呢，真的呀，太不要脸了。门口区的仆人一点也不避讳，甚至声音大的有点专门说给我听的意图。他们是孟小姐招过来的，就应该同仇敌忾，原本应该好好躺在床上的。我突然把门拉开，全网直播的世纪婚礼上，我穿着带血婚纱站在悬崖边，全场大佬都在寻找刚刚失踪的小白花女主，而我这个被挖了半个肾的新娘，却成了第一个被怀疑的人。熟悉的电子音响，起诉主要不要换一个人攻略？但我知道换一个人攻略的前提是这具身体死亡。我犹豫地朝着悬崖伸脚试探，只要跳下去，我就能换目标了。这时身后传来一道讥讽声，我回头看去，撞上弟弟灼热的视线。女主失踪的第一时间，我一手养大的少年，第一个怀疑的人就是我，多么讽刺啊！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能不能离我远一点？我冷漠地看着他，你现在不应该也跟萧景晨一样，满大街地找你的婷婷姐吗？毕竟每一次好感度上升的关键时刻，孟婷都会莫名出现一些状况，今天莫名其妙的消失，也不过就是为了阻止我和萧景晨的婚礼。等事情过后，他又会装作没事人一样回来，大家对他的指责也只会一笑而过，每一次都是这样。但这次不同，我沈岩从此以后放弃萧景晨了，放弃这里的所有人了，包括我自己。你别再自作多情了，婷婷姐失踪就已经够令人担心的了，你在这显什么存在感？就算是你真的跳下去，我们也不会如你所愿。我笑了笑，在季星震惊的目光中，毫不犹豫地越过警戒线，踩在崎岖不平的海崖边上，再往前一步就是无尽的海底深渊。此刻海上的风变得温柔和煦起来，耳边的声音逐渐模糊。我终于能摆脱这些是非不分的家伙，答应我，下一个攻略目标要对我好一点，别再让我吃这么多苦了。我踮着半只脚，悬空笑着往前扑去，突然手臂猛地传来一股拉力，我不甘地回头，看到警戒线旁拼死拉着我的少年季星，他双眸颤抖，眼眶微红，死死咬牙拽着我的手，都忍不住的颤抖。沈岩，在婷婷姐没找到之前，你不能死，你就算真的不是你也不能松开。奔赴美好的进程被无情打断，我皱眉，抬起另一只胳膊想要扒开。季星拽着我的手，一只脚已经悬空，只要他放手就能成全我了，但奈何他两只手都抓得死死的，根本不给我丝毫挣脱的余地。我铁了心要挣扎，拼命的一根根掰着季星的手指。你疯了！季星一声怒吼，跟着半个身子越过警戒线，差点掉了下去。我真是服了你了，我认输好不好？婷婷姐失踪应该跟你没关系，你别这样先上来啊！他急得眼眶盛满泪水，语气止不住的慌乱，死死咬牙坚持着，我去死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给我放手！我狠狠推他。听着这话，季星脸上白了一瞬，仍旧咬牙死死抓着我，眼神中满是倔强与受伤。我看着他现在的这副模样，不由得嗤笑。谁能想到，现在光鲜亮丽的邻家大少爷，小的时候曾小小一团生活在垃圾桶边上，渴了就喝路边的积水，饿了就在垃圾桶里跟狗抢吃的，浑身散发着恶臭味，脏乱不堪。那是一个暴雨的夜晚，我回家的路上瞥见了他小小的身影，没有一丝犹豫就把他带回了家。从此我以为自己再也不是孤身一人了，从此季星再也没有受过任何苦，家里没有经济来源，我一边上中学一边在街上捡旧纸壳子卖废品，攒下一点点积蓄就拿去给季星买新衣服买好吃的。7月酷暑顶着炎热的太阳，给人家在路边半跪着擦鞋，一双鞋1块钱。2月严冬，双手放在刺骨寒凉的冰水里面，帮海鲜店的老板杀鱼，每条约5毛钱。甚至到最后，为了供季星上好的中学，我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可后来呢？因为害怕被别人知道自己曾被我这个孤儿养过，季星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欺辱我的队伍里面，甚至嘲笑我的学历。你能不能放手？我的事与你无关。少年面色惨白，整个人呆愣在那，似是听不懂这句话一样。见他实在不松手，我深吸一口气，好吧，一起死也不是不可以。姐姐不要我用尽全身力气。猛地一跳，反应过来的季星绝望的吼叫，他身形不稳，跟着一起坠落。抓到我的瞬间，两人同时砸向海浪之中。温继白找好的救生员第一时间跳了进去，将两人双双救起。刚站稳，季星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红肿的眼眶震惊地看着我。见我要走，发了疯一般拦着，不让我离开半步。滚开！不，我不走！他吼着，一颗晶莹的泪无声地顺着脸颊划过。意识到自己的不对，立马倔强地转过头去，咬牙问道：你怎么忍心带着我一起死啊？你快给我松开，这样缠着我还不如赶紧去找你的婷婷姐。我的话似是提醒到了季星，他抓着我的手更加用力。在婷婷姐没找到之前，你哪也不能去，真是有够无语的了。我疑惑地看着季星颤抖的肩膀，他愤恨咬牙，神情带着微微的后怕，甚至在回鱼龙湾的路上也紧紧地盯着我，一步不离。
这件事是因为你而起，现在婷婷姐下落不明，你只要说出婷婷姐现在在哪，我相信还有挽回的余地。在我心中，你还是我姐姐。噗嗤，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关我屁事。说罢，少年脸上刚恢复的血色又慢慢褪去。一路上，他抿着唇，呆呆地看着风景，一言不发。玉龙湾次卧外宽敞的走廊上站着不少看热闹的佣人，一个两个悄悄透过门缝偷窥我的动向，嘴里还在小声嘀咕着：刚刚寻死觅活地，还要跳海牙，这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一个劲的做成了厉家少奶奶，也是门手艺。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可是听说他呀，当初跟温先生还有一腿呢。真的呀，太不要脸了！门口去的仆人一点也不避讳，甚至声音大的有点专门说给我听的意图。他们是孟小姐招过来的，就应该同仇敌忾，原本应该好好躺在床上的。我突然把门拉开，门外还在说话的佣人硬生生的把还没说完的话憋到嗓子眼，一个两个顿时老实的默不作声。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怎么现在装鹌鹑了？刚刚说的不是挺起劲的吗？我眼神从左到右开始打量面前的佣人，一个个真是屎壳郎打哈欠，蝙蝠身上插鸡毛哈巴，狗咬月亮，该干嘛干嘛去。佣人们一听见这话就收声默默退下。为首的仆人陈梅听懂了我的话，临走的时候狠狠瞪了我一眼，小声嘀咕：厉家少奶奶又怎么样？不得宠的人连给我们家孟小姐提鞋都不配。系统也憋不住了。玉龙湾是萧景晨的私人住宅，有借住在这里的江心柔和他聘请的一帮佣人。宿主17岁，被萧景晨带回来后就一直不受这里人的待见。江心柔更是把宿主看成眼中钉，虽然表面上对宿主挺好的，坏，但是拥护他的佣人一直在暗地里对宿主使。这些年不是没想过反抗，但是为了维持青春小白花的人设，更是因为萧景晨的那一句不要无理取闹，我就很少搭理，懒得跟他们过多纠缠。我踹了一脚，把门关上了。转身的一刹那，看到全开的窗户，眼神闪过一丝希冀。上天总会给我开一扇门的，不是吗？椅子拖动的声音在狭小的客房内响起，我走上椅子，试探着哪一只腿先从窗户伸出去。玉龙湾花开不败，四季常青，身体死在这里其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S 国金市 A 区金利处，巨大的落地窗前立着萧景晨，他一身黑色的西装，双腿交叠坐在沙发上，阳光洒进来一半，身影在明，另一半在暗。他骨节分明的手时不时地敲打在扶手上，眸光陷入深沉，似是在思考着什么。二爷在孟小姐被绑架之前，我们查到他跟林小姐见过一面。特助左记接着道，孟小姐是红着脸跑出去的，此后就再也没有音讯。萧景晨默念，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婚礼现场，女孩穿着婚纱笑着看他的样子，以及倒在玻璃之中浑身伤痕的模样。破天荒的没有追问下去。关于孟婷的事，温继白去给他处理伤口了吗？左记有些犹豫，传来的消息是他不但没有治疗伤口，反而走到了海崖边，打算一跃而下。二爷，孟小姐有消息了。手下匆匆来报。刚组织好语言的左记看着萧景晨，见他没有丝毫犹豫，拿起西装外套就走，终究是把想说的话给吞下去。这件事还是不说为妙。你在做什么？此时玉龙湾那间卧室内，还不等我反应过来，一抹白色的身影迅速冲到我的跟前，直接将我强硬地拽了下来。随即我摔入一个坚硬的胸膛，脑袋撞得生疼，又被一下推开。姐姐，你别闹了好不好？我被眼前人说得一愣一愣的，等我反应过来，才看清来人是刚刚阻止我脱身的纪星。又是他，总是他，你就算是想吸引力哥的注意，也要换一种方式，你别这样寻死觅活的。纪星语气不自觉放缓，有些颤抖地站在我面前，心里满是后怕。在海崖边的时候，他以为我只是做做样子，可没想到竟然会真的跳下去。他拉着我的时候，我看着他的眼神是空洞绝望的，对生没有希望，那种感觉好像生命在慢慢流逝，他怎么抓都抓不住。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温继白要是再晚一点点，我就真的活生生的死在他眼前。又是你，我都快要被气笑了，每次都只差一点点，为什么纪星现在就不能像之前一样冷眼旁观呢？我气愤地看着面前跟犯错了一样的少年，他低着头在我面前不说话，手死死地按着窗户的开关。纪星，我还是那句话，我怎么样跟你没关系。为什么？我被他这句话问得莫名其妙。5年前我们重逢的第一天，林家大公子不是就警告过我了吗？我没有。霎时纪星脸色惨白，想起自己此前的种种。你听我解释，我可以解释的。他急得抓住我的手，眼眶红红的。姐姐，你别这样，你就算是死，等厉大哥回来也不会觉得惋惜的，所以你大可不必。话刚说出口，纪星就开始后悔。到这个时候，他才发觉自己说的话真的有些伤人。他小心翼翼地抬眸看向我，见我听到萧景晨时，表情突然亮了。原本他心里的悔恨也一点点消散。果然是做给力哥看的。你就算是死，也别在这脏了玉龙湾的地方。其实我表情变化，完全是想到再也不用苦逼攻略萧景晨的开心，甚至还有点暗爽的感觉，却被纪星理解成了我对萧景晨浓浓的爱。叮，宿主本系统终于查到了。现在看纪星，我突然有种莫名的顺眼感。
说吧，死也死不了。我甩开季星，一屁股坐在床上等着系统的消息。宿主就你有几斤几两本，系统还能不知道？这不被我分析出来了吧？宿主还记不记得前几次更换身体，咱们可都是他杀？好像是哈，确实之前几次更换目标是死于他杀，这就对了。本系统刚查询到，为了维护社区公约，宿主更换身体需要死于他杀，若是自杀则将立即抹杀。说完，系统心有余悸地瞟了一眼季星还在按窗户的那只手，倒是被他小子误打误撞了。宿主，你在做什么？见我迟迟不回话，系统疑惑地问道。一心求死的我突然抬眼看向季星眼眶中慢慢浮出水雾，先别吵，我在酝酿什么？与其说服他，不如互相伤害。系统疑惑了一瞬，伸了伸小手，请开始你的表演。我突然睁开眼睛，眼神中充满希望，甚至还夹杂着泪水。季星，你帮我把梦婷弄走好不好？只要你把她弄走，小叔叔心里肯定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我起身，抬手揉了揉季星的头发，一如当初的那5年一样，这是最能激怒季星跟我互相伤害的办法。我想通了季星这么不依不饶，正好成人之美拉着她一起到地下给我当洗衣服的丫鬟，而梦婷无疑是最好的突破口。自从她被林家接回去，一直是梦婷带着她参加重要场合，进入大家的圈子，一点点的教她社交礼仪。自然而然的，梦婷在她心中早就占据了高位。可季星不知道的是，梦婷对她的好一开始就是明码标价的。这也是我从系统那里偶然得知。你在说什么？季星心中一震，脸上带着一丝恼怒。果然，刚刚寻死觅活是要给力哥和他们这些人看的。他真是看错了，我不管他是生是死，只要梦婷别再踏足京市，带他到哪去都可以。作为交易，我正式成为厉家少奶奶的那一天，会对外宣称收你做我的弟弟。我说的起劲，从始至终，季星都很害怕别人知道他是被我一个孤儿养大的孩子，怕那些富家子弟排挤他。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实在是想不明白，被我养大真的很丢人吗？或者说，季星心中只认梦婷一个姐姐？毕竟从我被萧锦晨接回家的第一天，季星来玉龙湾找梦婷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配当我姐姐，梦婷才是。你就算是把婷婷姐给送走天涯海角，力哥也会把她找回来的。季星双拳紧握，像在隐忍着什么。眼看少年不上道，我立即使出杀手锏，那你就把他杀了吧。对一个死人小叔叔，就是爱也做不了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季星震惊地吼道：以前的沈岩明明很善良的事，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样？你怎么这么恶毒？之前的所有事都是真的，对不对？全部都是你为了伤害婷婷姐一手制造的。少年红着眼眶质问，理智冲昏了头脑，火气更上一层。等等，其实他不死也行。我话锋一转，你把他带到缅北他身上，属于我那颗鲜活的肾也值不少钱，到时候你再卖别的东西，说不定会赚很多。季星被气得浑身颤抖，没想到我可以坏到这样的程度。滚！再也忍无可忍，季星一把推开了身旁的我。没想到少年爆发的这么快，我还没反应过来，还击就重重地摔向床边，依着重力手腕刺向尖锐的床角被划开，深深的口子，身上还没处理完的玻璃碎片，此刻陷得更深，一分疼得我龇牙咧嘴。对不起，我不是。季星震惊地看着眼前一切，我手腕处鲜血止不住地流顺着手臂，一股一股地流到地上，不一会儿地上就积攒了一小滩血。他瞳孔颤抖，看着面色惨白的我，心中后悔之极，慌乱地找到绷带。你可以道歉，我也可以不原谅。跟着萧景晨这么多年，我学会了怎么应急处理，但我绝情的话直接让他愣在原地。系统，你说他为什么就不能推准确点？我深吸一口气，手腕处疼得我龇牙咧嘴，身上的玻璃也疼。原本我是找好了角度的，我身后就是巨大的窗户，只要被他推得精准，我再一拉一推，两人直接掉下去一起死。你问问他为什么他推不准确？他是系统，不是许愿池里的王八，总不能控制一个人的行为吧？这些话我就当从来没听到过。包扎好季星起身，神色复杂，脚步慌乱地离开。我没看到他脸上的神情，我觉得应该是很愤怒吧。宿主，你在干嘛？季星才走没一会，被血染尽的绷带一条条地吊在我脚边，我任由伤口处的血流着走进浴室，水汽朦胧，浴缸内盛满了水，我就坐在旁边，血淋淋的手试探着刚放在水里红色的花，立即绽放开来。我进去泡泡澡，不算自杀吧？这伤口是季星带给我的机遇，不能这么轻易的错过。宿主不算的。系统看到我这个样子，心里有些难受，毕竟是自己亲眼看着长大的。我已经为宿主申请屏蔽了痛苦，宿主只要好好的在浴缸泡上一个温暖的澡，死亡就能成功更换攻略目标了。溢出的水打在地上，我笑着躺在浴缸里面，感受着血液慢慢流逝，渐渐的血水染透了白色的婚纱，一半红一半白。终于我能得偿所愿，问一声，你能不能去玉龙湾看看我姐姐？她受了很严重的伤。此时圣心医院温继白穿着一身白大褂，正低头写着诊断书，话语里满是漫不经心。婷婷不是还没找回来？不是，是沈岩。说这句话的时候，季星也在反思，他好像真的好久没喊过沈岩姐姐了，那倒是新奇头一次替他喊姐姐。温继白手里的笔一顿，抬眸见一副做错事模样的少年，又问道，他又寻死觅活了？等他成功的时候再来找我。
停了的笔再次拿起温季白，心不在焉。要不是今天亲眼所见，他没想到沈岩会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牺牲到这个地步。是我伤了他，伤口有点深。季星搞不懂现在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心情，也不明白沈岩现在到底想要干什么。一个人怎么可能拿死开玩笑？待会去，只是没想到有一天你会因为沈岩找我。话里有话，温季白没把这件事放心上，以他对沈岩的了解，估计等他到了伤口也愈合了。季星愣了一瞬，收敛志气，我们对他都算不得清白，不是吗？听到这话，温季白的散漫气减了不少，他神情越发阴翳，警告着面前的少年，是算不得清白。你觉得沈岩要是知道真相，会不会这辈子都不认你这弟弟？听此，季星像是被人抓住把柄一样，双拳紧握，终是一言不发。系统，为什么我现在感觉还是那么难受啊？还没睁眼，我感觉身上插了无数小东西在慢慢被抽离。为什么换个身体了，身上跟死之前一样疼？难道不应该给我换一个好的吗？宿主，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没成功？系统无奈扶额，他也想换，但现实不允许啊！就在即将成功的前一秒，浴室里面突然闯进一个人，疯狂地跟死神抢人，眼看就要成功，我的灵魂硬生生的又被拉回这个身体里面。孽障！一道清冷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睁眼对上眉头紧蹙的温季白，你在干嘛？躺在原来的床上，身上已经被换上了干净衣服，全身像是被麻痹了一样，根本动弹不了。就你啊！我淡淡一笑，克制住想翻白眼的冲动。其实你可以不用管我。正在取我手臂上玻璃碎片的温季白一顿不解的抬头看向我对上我神情空洞的眼，这种神情他只在没有求生欲望的绝症患者脸上看到过。温季白抿唇，并没有回答他，神情严肃了几分，接着跟身旁的助手打配合，将我身上的玻璃碎片给清理干净。我眸光清浅无波地看着他。S 国知名的妙手回春，温季白人称四爷几乎是世界顶级的内科医生，内敛严肃，可能他人生唯一的污点就是给我做了那场手术吧。听说温医生麻醉的本事一流，我被换肾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不疼。我这话一出，温季白心头一紧，神情却看不出一点端倪，技术到了任何医生麻醉的感觉都差不多。这样啊，我淡淡开口，很怕我知道真相吗？可惜我早就知道了。5年的时光，我曾把温季白和萧景晨当成家人，没想到一切都始于一场算计。可我甘愿入局。很快我在麻醉的作用下再次沉沉睡去。待助理走后，温季白看着熟睡的我好久好久，一时间陷入沉思。寻找一天无果的萧景晨回来的时候，季星还在玉龙湾待着。白天听温季白讲他去看我满浴缸都是血的时候，季星就已经狂奔了过来，死死地盯着我。没办法，死也死不了，我干脆就直接看起了综艺。砰！突然脚边被丢了一个玻璃杯，我疑惑地抬眼对上萧景晨的眸。萧景晨眉头紧蹙，一双似寒星的眸子里酝酿着极度危险的风暴。下一秒，我的手腕传来生疼，被他从沙发拽到了地上，力道很大，原本才愈合了一些的伤口，此时又丝丝渗出了鲜血。我被疼得倒吸一口凉气。梦婷到底在哪？他声音带着些许疲倦，怒气不减。没找到，人又来我这兴师问罪了。毕竟时机还没到，不是吗？吸引梦婷现身的时机，每次都是我受到伤害的高峰，这次也不例外。我不再挣扎，平静地看着他，没了丝毫爱意。萧景晨怒火中烧，掐着我的手越来越紧直，到他感触到手掌，心传来一阵温热。扭头看去，我的半个手臂已经被鲜血染红。放手！从厨房出来的季星丢下手中盘子，狂奔过来，发狠地推开愣住的萧景晨。随即我落入他的怀抱，他立即拿出医药箱，小心地拆开已经被血浸染的绷带。力哥，姐姐的伤刚好一点。少年红着眼睛，这么多年头一次斥责自己崇拜多年的大哥萧景晨。萧景晨诧异地看向我手腕上血肉模糊的伤口，他抬头眸光深沉盯着我，为了逼我回来，学会自残了是吗？不择手段。我没有回答。一向听话的少年在此刻却爆发了出来，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吗？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姐姐她？萧景晨不悦地皱眉，她跟我生活5年，是我的未婚妻，我对她的了解深入骨髓。说到这，季星就更加难受。力哥，你要是真把姐姐当未婚妻结婚的时候，就不会让姐姐沦为所有人的笑柄。萧景晨按耐住心中的火气，你喊了梦婷5年的姐姐，她就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季星开口，你有什么理由认为是沈岩绑走了婷婷姐？萧景晨声音低沉，梦婷在他那受过的无数伤，还不够成为证据吗？季星双拳紧握，声音都带着点颤抖。他看向我时，眼睛红红的，姐姐不会拿自己的婚礼开玩笑，更不会拿生命开玩笑。我嗤笑，反正也冤枉我这么久了，这次说是我干的，就是我干的吧。宿主系统检测到目标人物萧景晨的黑化值，现在已达到60%。只要宿主再接再厉，把目标人物的黑化值往上拉，一点死亡的几率几乎是100%。听到这，我突然看向萧景晨，眼睛亮了起来。但愿这次是真的绑架，这样梦婷死了的可能性才大，不是吗？我也能如你所愿做实罪名。萧景晨再也忍无可忍，冰凉的触感一下子抵在我的脖子上。我勾唇一笑，鱼儿这么容易就上钩了？你做什么？放开他呀！
季星想冲上来救我，被萧景晨一脚踢开。他坐在地上难受地捂着肚子。力哥，你回来之前，姐姐自杀了2次，你知不知道？我不明白，一个人在被逼到什么绝境的时候才会去想着自杀，又或者说他在此之前受了多少的委屈。再者，他对我们是感到有多绝望。姐姐她在我眼前毫不犹豫地从5层楼跳了下去，被救下后，她拆开伤口的包扎，躺在浴缸，血染红了整缸的水，她就在里面等死。季星哽咽，明明姐姐她之前不会这样的呀。萧景晨听得头脑发懵，眸子里闪过一丝诧异，掐着我的手和抵着的刀子在慢慢松开。够了，我再也忍不住，我没想到季星会把我想得那么惨，明明我是奔向美好生活好吗？就不能一刀给我来个痛快？力哥，姐姐她不想活了，你别再逼她了。季星，你在这帮什么好人？都捅我这么多次刀子了，能不能多捅1次？萧景晨的声音放柔了一些，似乎有点柔情的意味。梦婷被你藏哪了？告诉我，我能既往不咎。现在他看我的神情，好像我第一天被收养时的模样。他从众多孤儿名册中一眼挑中了我，牵着我的手，告诉我以后你就是我厉家的姑娘，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负你。他教我待人接物，握笔识字。那个时候我以为自己会得到救赎，没想到却是另一个人间炼狱。在玉龙湾生活的第3年，一次起夜，偶然听到了萧景晨和温继白的谈话。梦婷跟他们是青梅竹马，却患有肾病，而我的肾恰好能完美匹配。我有想过逃的，但为了任务，只能咬牙坚持。至于肾，我从来都没想过要给梦婷。萧景晨，被喊到的萧景晨愣了一瞬，看着我的眼眸微动心，像被人揪了一下。这么多年，我从来都是被你当妻子。梦婷自己作死，就算是真的死了，也是她罪有应得。玩些假把式算什么？有种你真的动手啊！姐以为我不敢，我的话再次激怒了，她握着刀的手也跟着紧了几分。系统现在是她拿刀，我不小心往这上面撞，应该是她杀吧。得到肯定的答复，我抬起头，笑得诡异。在萧景晨震惊的目光中，脖子狠狠地向刀口抹去。姐姐，季星嘶吼着，连滚带爬撞开迷茫的萧景晨，把我抱在怀里，手死死地按着我血流不止的脖子，愣着干嘛？快去喊温继白啊！他对不远处的佣人吼着，眼泪止不住的流。临死之际，我不想在讨厌的人怀里走闲物的推了季星一把，别碰我。眼看萧景晨要靠近我，我浑身抗拒，我眼神有些模糊的看着他，浑身难受。萧景晨无措的不敢接受眼前的事实，一种懊悔和自责不断滋生，慢慢覆盖住了他整个胸口。萧景晨，除了季星外，我一直把你当亲人，无论是梦婷多少次陷害我，但我觉得只要有你在，我就什么都能忍。别说了，别说了。萧景晨双手颤抖，想再次靠近，却被我嫌恶的眼神定住。现在我终于要解脱了，我笑容平淡，终于能摆脱这些人了。不知道我死后，这些往日欺负我的人会不会感到那么一丝愧疚？临死之际，客厅的大门被人缓缓打开，一道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二爷，孟小姐找到了，说是黑海那伙人干的。刚靠近，看着眼前场景，左季顿时惊住。什么？听罢，萧景晨仿佛置身于无底的深渊一般。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记得脑海里面的系统一直处于紊乱状态，时不时的跳动一下。温继白怎么还没来？我彻底昏迷，跌入萧景晨颤抖的怀抱。左季道，二爷听说孟小姐受了点伤，所以四爷去了孟小姐那，但已经通知了，来的路上有点堵，血止不住的流。萧景晨捂着我血流不止的脖子，温热的血液顺着指缝流淌。他抱着我瘦骨嶙峋的身躯，才发觉我瘦了那么多。第一次，他感觉到自己是那么的无能为力。手机铃声响起，萧景晨拿出手机，屏幕上孟婷3个字格外刺眼。电话刚一接通，他委屈的声音立即响起：景晨，你在哪呀？我受了伤，温继白为什么要走啊？我全身上下都好难受。孟婷抽噎着电话，那头偶尔还能听到东西摔碎的声音。景晨，我好害怕，我想爸爸了，你来陪陪我好不好？再次醒来，我是在陌生的房间里，优雅复古的装修，低调奢华的装饰，我好像在哪见过，记不清了。所以终于成功了，对吗？系统，我现在的攻略对象在哪？我疑惑地问。按理说，现在应该播报下一个目标的基本情况。宿主，你要不要看看你身边的是谁呢？系统无奈的叹息，手上传来一阵酥麻，带着疑惑。我转头看见倚靠在我床边睡觉的季星，即使是睡觉，他的手还在死死抓着我。瞬间，我只感觉浑身血脉到流心，也凉了，彻底凉了。我立即抽回被抓着的手，这一动静惊醒了少年。你终于醒了，姐姐。少年红肿的眼眶下带着些许的淤青，他声音沙哑，面对我努力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身上穿的还是昨天晚上浑身是血的衣服，一整个憔悴的模样，像一只没人要的小狗一样。可我现在根本就不想管他。我迷茫地看着四周，过了很久，终于说出一句话：季星，你帮我个忙好不好？姐姐你说只要别伤害婷婷姐，我一定办到，帮我杀了我。少年的笑容僵在脸上，他倔强的眼睛看着我，没过多久就盛满了泪水，眼看着快要决堤，他悄无声息地别过头去胡乱擦掉。除了这个，他哽咽道：
香香什么时候醒的？怎么都不来通知我们？一声娇媚的声音响起，下一秒穿着黑色裙子容光焕发的梦婷进入房间，一点都不像被绑架的模样。在她身后跟着的还有萧景晨和他的亲弟弟江博。破坏了你跟景晨的婚礼是我不好，我也没想到会被突然绑走。景晨也是关心我才够了。季星出声打断了梦婷的话。季星，你疯了，敢这么跟我姐说话？头一次有人敢在厉二爷和他面前训斥梦婷。江博觉得肯定是沈岩又使了什么阴谋诡计，又不是我姐想被绑架的。再说了，她也是受害者，沈岩受伤跟我姐有什么关系？小白，别说了，确实是我不好。梦婷扯了扯江博的袖子，眼神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闪躲。我没说话，而是看向一脸愧疚的萧景晨。我会好好补偿你，等身体养好了，我们的婚礼继续。男人说话的语气放柔了一些，他坐在我床边想揉我的头，却被我躲了过去。我不要什么补偿，我要他给我道歉。什么？不只是梦婷和江博，就连萧景晨的表情也僵硬了半分。我要他给我道歉。我一字一句地说，梦婷一时半会死不了，那我以后再也不会忍受窝囊气。说来也奇怪，绑匪什么时候绑不好，偏偏选中这个日子，还是在什么都不要的情况下，婚礼一结束就把人安然无恙地放回来。这件事本来就跟我没关系，是你一直在引导大家把目光放在我身上，我只要你公开向我道歉。一时间房间内沉默的可怕，季星内心矛盾不已。江博被梦婷拦着一句话也没说，萧景晨只是静静看着我，而这些自认为很愧疚的人到最后也没给我答案。厉小姐，二爷没动筷子前你还不可以用餐。饭桌上一群人刚到齐，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享受起美食。之前为了扮演好形象，我可没少在人前装矜持。宿主多吃点补补身体，系统也是很感慨，宿主前几十年真的是太苦了。我直接无视掉管家陈梅的教训，一个劲地吃好吃的。见刚刚的话没用，陈梅再次嫌弃地开口，厉小姐在厉家无妨。萧景晨挥手，他看我的目光变得宠溺了几分，他这模样撞进了身旁梦婷的眼中。他切着手中的牛排，漫不经心道，香香来，厉家几年了，用餐还是跟当年被牵回来的时候那么可爱，看着你我倒是胃口好了不少。萧景晨在的时候我没理他，等人一走，我突然抬头来了这么一句，你胃口当然会好，那颗好肾看来你用的还行。记得我刚来的时候，你常常因为肾病疼得睡不着，现在看你面色红润，一定过得很不错吧？沈岩，你在胡说什么？江博警告的声音响起，季星神色一变，想要开口说些什么，但总归是忍了下去。那件事他也参与了，现在他没法理直气壮跟姐姐说话。肾我用的很好，没有排异反应。梦婷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只是景晨刚好有合格的肾源，就给我换上了。但听小白说，景晨和季白费了好大力气，尤其是景晨赔上了很珍贵的东西。梦婷在说这话的时候，餐桌上包括服侍的仆人表情都变得微妙起来。果然跟我想的一样，梦婷不知道她身体里面的那颗肾是我的，没人告诉梦婷她现在用的肾的主人是她处处设计陷害的人，更没有人希望梦婷对我有愧疚之情。在他们心中，梦婷只需要做一个潇洒快活、不谙世事的大小姐就足矣。可我又做错了什么？梦婷疑惑地问道。突然问这个做什么？难不成你也需要肾？在场的人心一紧，除了季星以外，全都警告地看着我。他们不想让梦婷觉得是自己欠我的，毕竟我本来就是一个孤儿，能被厉家家主收养肾，能被大小姐用，已经是我的荣幸了。我看着这一幕，倒觉得有些好笑。需要啊，我身体里正好缺一个。别说了，季星再也忍无可忍，拉着我就要往外走。那天婷婷姐的病突然发作，厉哥跟了医生，本来是打算好好跟你说的，无奈之下情况紧急，一刻也不能耽搁，只能对你使用迷药，骗你签订了捐肾协议书，并且在你还在昏迷的情况下，温医生私自给你开刀，取走了肾，放到婷婷姐身体里面。等你醒来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你看着捐赠的协议书，不哭也不闹，还以为真的是自己自愿签订的。厉哥为了给你补偿许诺，让你成为厉太太，照顾你一辈子，没想到你就那么答应了。现在想来，你真的好傻好傻。凭什么作为受害者要被这样子对待？凭什么被摘走肾的是我，到头来却成为所有人防备的对象？别碰我！我嫌弃地甩开了季星的手，迎着大家警告的目光，重新坐回饭桌。在场的这么多人都讨厌我，这可是个千载难逢寻死的机会。季星就算再不想我说出来，嘴长在我身上阻止不了我。我挑眉浅笑，你就不好奇萧景晨为什么会娶我吗？被问到的梦婷眼中闪过一丝落寞。这几个月心里问了自己无数遍这个问题，从小到大跟在景晨身后，喜欢他是广为人知的事实，知道萧景晨不爱他，对他的照顾完全是为了父亲拼拼救了他一命。好不容易让景晨答应留在玉龙湾住上几天，刚巧碰上了被牵回来的我，一个比他小3岁的姑娘，居然让他有了浓浓的危机感。他也想做肆意大方开朗的姑娘，但是我的出现让他忍不住去设计去陷害，知道这样是错的，但控制不住。别怪他，要怪就怪我，太轻易的就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一切。凭什么？沈岩，你再多说一个字，信不信我让你在这个世界彻底消失？江博再也忍无可忍，起身就想要抓着我给丢
溜出去。你想干什么？季星拦在江博面前，少年警惕地看着他。呵，季星没想到有一天你会因为沈岩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江博抬眉调侃，从小到大跟在我和我姐身边的一条狗，现在居然学会咬主人了。眼看江博不依不饶，季星双拳紧握，狠狠朝他砸去。两人跟在萧景琛身边，多年身手都不在话下，打得难舍难分。一旁的佣人见状想阻拦，但看着陈梅的脸色，又选择站在一边，不敢多事。宿主抓住机会，现在是很好的时机。系统快速计算着孟婷的武力值，不容小觑。只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激怒他宿主死亡的事情，说不定就可以立即执行。虽然注定是要死的，但是这一出万人嫌被万人迷杀死的戏码，在你手上还是头一份。我拽住正义劝架的孟婷，突然开口道：“孟婷，你是故意的吧？”对方身形一颤，甩掉我拽着的手，快速收敛，好表情看着我，眉头紧皱。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装什么？见我这个模样，孟婷眼底闪过一丝诧异。是你故意引导舆论指向我，让大家以为是我绑架了你，然后毁我的婚礼。孟婷不说话，也不觉得羞愧，反而坦荡无比。不只是这件事，此前我所遭遇的所有都有你的手笔，你大可不必否认，因为我有充足的证据。听到证据两个字，孟婷脸上终于有了一丝慌乱，但骨子里的高傲依然使她低不下头。是又怎么样？我不欠你的，相反是你欠景琛的。就算景琛知道真相，也不会对我怎么样。景琛不会为了一个收养的孤儿对我动手。季白同我们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更不会。我挑眉，一字一句地说道：“你确定你不欠我吗？”我慢慢撩开上衣的一角，身侧是惊心动魄的缝合线，甚至因为此前的遭遇有了渗血的痕迹，跟孟婷伤口的位置一模一样。看着他这反应，果然跟我料想的一样，这家伙早就知道了，还在我面前装。赶紧来人，把厉小姐给送回自己的房间去。陈梅不忍见自己看着长大的小姐被人欺负，立即招呼人手：“大小姐，您别听他胡说，他就是个说谎成性的。就算真的是他的肾，他也应该对此感到荣幸。对呀，姐，你没必要觉得你亏欠沈岩，什么一切都是他自愿的。他是拿肾换二爷，跟他结婚，他就是个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人。”江博一边抵抗季星，一边安慰孟婷，愤恨的眼神盯着我，恨不得下一秒就把我撕碎。陈梅连忙补充道：“大小姐，就算是真的，你也不必愧疚。沈岩已经得到他想要的了。”察觉到事情已经被公开，两人打斗停止。江博神色怪异地瞥了我一眼，神情中有些许不明的意味。不是接着打呀？眼看挑起来的声势越发平静，我心里郁闷极了，这还怎么让我快乐地换个攻略目标？眼下只能我自己想办法。瞅着还未收拾完的餐桌，我灵机一动，明明是我救了你，你不但陷害我，还让整个玉龙湾的佣人联手针对我，尤其是陈梅，今天在我房门口大放厥词。被点到的陈梅心虚地往后退了一步，小心翼翼地向孟婷看去，发现她的大小姐并没有什么表情。陈管家不懂规矩，你为什么要这么斤斤计较，小肚鸡肠？听到我说他养大的管家，孟婷谴责道：“陈管家都这么大年纪了，你个做晚辈的就不能让着他一点？真没扎在你心上，你不会觉得疼？”我冷冷开口：“所以啊，现在我后悔了，我要把我的东西给拿回来。”说着，我突然发狠，从桌上拿起一把水果刀，直直地朝孟婷刺去。眼看情况紧急，江博下意识地掏出腰间的配枪，砰！子弹快速地发射向我。不要，姐姐！季星嘶吼着，奈何他被身前的众多仆人故意拦着，根本救不了我。在孟婷诧异的目光下，刀刃在距他几厘米的时候，突然故意改变方向，朝旁边刺去。终于要结束这一切了。小心！刚笑着准备迎接美好生活的我，再一次被生生打断。瞬间，我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两人重重地摔在地上，子弹射击在地上，迅速穿了一个孔。见人没事，季星害怕的差点瘫倒在地上，眼眶通红，感激地看着温季白。温医生真是一个善于治病救命的好医生。温季白后背摔得生疼，还没起来就听见怀里的小女人嘴里咬牙切齿地吐出这几个字。他不作声起身，把我抱到沙发上，查看了下我白天的伤势，撩开衣摆看了看缝合线，眼神看着我复杂了许多。季白还好，你来了。孟婷也是松了口气，说话的语气变得温柔了不少，但见两人举止亲密，不由得皱了皱眉。他走到他的身边，声音带着些撒娇的意味：“你不知道刚刚我有多担心。”温季白无奈抬手揉了揉孟婷的头发，婷婷，万事有我在，人我先带走。说罢，他抱起我朝屋外走去，完全不顾及屋内人诧异的目光。孟婷更是被他这一举动弄得愣在当场，久久回不过神来。屋内恢复一片安静，沉默了许久的季星突然开口说话：“婷婷姐，你真的是被绑架了吗？”真相离自己越来越近，即使他再不愿相信，可事实就摆在面前。他尊敬了5年的姐姐为什么要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你在怪我？孟婷本来就心烦，听到季星的话好看的，眉头微皱。没有，我只是觉得姐姐本来失去一个肾已经够。季星连忙解释，回过神来，心里还在懊悔，刚才自己不应该这么问。没想到孟婷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愣在当场，又不是我让他给我捐的。心里话不受控制脱口而出，高傲的大小姐绝不允许自己低头，但这句话的后果又很难让她维持好的形象。季星震惊的抬头，就连一旁的江博眼底也闪过不可思议。
又很快收敛好表情。最终两人还是没说什么，只是觉得在某一个瞬间，季星觉得自己之前肯定做了好多的错事。温四爷日理万机带走我干嘛？孟婷刚回来，听说也受了伤，你应该跟他们一样围着他团团转，怎么就关心到我头上来了？温医生下次在救人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别人需不需要他救。孟婷那么讨厌我，你又跟他青梅竹马，你这么堂而皇之的抱我出玉龙湾，就不怕他难受吗？还有温医生，以后能不能闭嘴？面对我越来越过分的喋喋不休，温继白终于动了怒火。空荡的街道旁，原本疾驰的卡宴突然靠边停住，昏暗的车内，温继白握着方向盘的手逐渐发白，隐在暗处的眸子看向我，晦暗的情绪在眼底翻涌。一身清风霁月的温继白在此刻像是染上了点世俗的尘埃。沈岩，刚才你明明有闪躲的时间，为什么不躲？其实他一进会客厅就看到江博在开枪，原本以为我会立即闪躲，但我不但没有，反而还转身正对着枪口。要不是我冲得及时，你现在就是一具死尸了，你知道吗？哦，那还正合我的意，一枪送我去攻略下一个目标，何乐而不为？我回答得轻快，完全没注意到男人脸色越发阴沉，他脑中思索着种种迹象，都在指明一个方向，却又不敢相信。呵呵，下一秒他似是想明白了一样，嗤笑起来。你为了萧景晨做到这种地步，值得吗？宁愿用生命去换他一个回头。我无语道，我为了他，你想多了。萧景晨作为攻略目标，之前我确实是为了攻略他而活，但现在我完全放弃萧景晨了，就如婚礼上他放弃我一样。如今我完全是为了找死而活。叮，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见来电显示是萧景晨温继白按通了，电话低沉的声音随即在车内响起。最近黑海不太平，明天去一趟。温继白应声道。之前的话还没说完，我忘了两人正在通电话，真心话脱口而出，其实我已经不喜欢他，也不欠他的了。此话一出，率先回应的不是温继白，而是手机对面的萧景晨。他说话的语气深沉了几分，这么晚你怎么在他这？车内瞬间陷入寂静，温继白看着我等待我的答复，却见我下一秒直接按断了通话。我耸耸肩膀，无所谓道，我在哪跟他没关系，跟他没关系，说明你不喜欢他，那你为什么还要自杀？想自杀呗，难不成还能是为了你？温继白收回手机，两人完全忽略掉被挂断的萧景晨。他思考着，只听清了我的后半句话。突的他猛地抬头，不可置信地看向我，为什么要为了我这么说？沈岩是喜欢他的，所以之前的逢场作戏都是演给他看的。你是因为我，虽然你之前追求过我，但是我已经明确拒绝了那份念头。你还没断干净是吗？你大可不必这样，但即使是这样，你也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你知道的，我不可能像萧景晨那样冷血。见面前男人胡言乱语，我简直满头问号飘过。为什么这些人的脑补能力一个比一个奇怪？宿主，你忘了之前你做过的好事吗？正在看监视器的系统忍不住出声，想当年这个主意还是他出的呢。沈岩为什么会在温继白车上？去机密处。萧景晨套拉在沙发上，男人穿着一件军绿色的短袖，衬得皮肤底子极好，这身橄榄绿更是衬托的人俊逸非凡。萧景晨眉目间透露出镇定之色，脑海中却不断闪烁出沈岩说的那句话，到底说的是谁？二爷听说是孟小姐跟厉小姐产生了点争吵，厉小姐拿刀想让孟小姐还甚被温继白阻拦了。萧景晨眸子深沉片刻，低低开口，他知道真相了，看厉小姐的样子是不知道的。左季想，如果季星和温继白不说，二爷的秘密将永远不会被知道。孟婷受伤了吗？没有，但管家说受到了惊吓。萧景晨微微仰头，东边星盘的那块地给江家。左季颔首，二爷，黑海那边，司先生说二爷到的时候会准时迎接，这次却打着镇压的幌子，根本目的是为了拿到一份机密文件。萧景晨应声起身，拿着西装外套就往外走。左季疑惑地跟在他身后，马上还有会议。二爷，浅水湾。此时浅水湾内，我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腕上的伤口处传来轻微的凉意。温继白换了一身素雅的家居，服从内到外的儒雅斯文。察觉到我的目光，他抬头，嘴角微微上扬，带着几分浅浅的笑意，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这样的眼神，谁能知道里面蕴藏着怎样的意思？当初要不是那件事，温继白能这么脑补吗？我目光闪烁，暗暗在心里排解。系统那也是情况紧急吗？系统不好意思的挠挠头，那是我来到厉家的第2年，也就是3年前，好感度一直在80，卡着不上不下。为了测试一下攻略目标，心里到底有没有他撮合我去追温继白，让攻略目标产生危机感。这一撮合倒好，没有拉拢住攻略目标，就算了，我还被孟婷陷害，让温继白以为我是个诡计多端的女人。但好在我反将一军，才让坏人没有得逞。至此，这件事只能就此作罢。什么时候我才能在他们这些人的杀人名单里面？欲哭无泪的几次自杀都以失败而告终，我都要怀疑是不是书里的 NPC 出故障了。宿主想死也不是不行，明天攻略目标会去黑海，宿主你知道的，以你在黑海得罪人的程度，走在街上，狗看了你都得叫2声。系统忍不住啧舌，毕竟前几次攻略失败的目标全部都在黑海，一个个的黑化值都是
是顶满的程度。对呀，我猛一激灵，手直接戳到温继白捏着的棉签上，霎时疼得我龇牙咧嘴。别乱动！温继白皱眉谈吐时轻声细语。见他这样，我不怀好意的开口：温医生，还记不记得3年前梦婷半身是血被你救下的那个夜晚？闻言，温继白浑身一顿，眸子深沉了几分。那件事你最好烂在肚子里。一向温润如玉的温继白晕色，见侬婷婷大度，不跟你一般见识，但这件事要是被第4个人知道，我不会放过你。温继白向来极少动怒，有进有退，此刻却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闪出几分寒光。真的吗？我笑了。那你带我去黑海，我就不告诉别人。你去那做什么？找人。简单2个字。我跟温继白无声对视，我笃定温继白对梦婷的情谊。果然片刻之后，男人同意了。坐着也是坐着，我干脆躺在客厅的大沙发上安心补觉，只等着明天一早去黑海受死。是让熟人动手，还省心思动手呢？还是找那个人？算了算了，他太残忍了，换一个换一个。我想着很快就进入梦乡，完全没注意上衣被人悄悄撩上去。领教昏暗之中，温继白轻抚着我身侧那道切除肾脏的伤口，心中矛盾不已。当初他之所以同意做这场手术，就是因为3年前我害了梦婷，所以他自以为是私自帮我做决定，弥补梦婷的决定。但这样真的对吗？哒哒哒，偌大的客厅内脚步声由远及近低沉的声音，随即响起。你在对我的未婚妻做什么？抬头，温继白对上萧景晨寒心一样的目光，他手中的衣角放下，淡定的伸手拉下旁边的外套搭在我的身上，换的地方说。2人来到书房，萧景晨很不客气地拉着主位坐下，他审视地看着温继白，浑身不悦。温继白道：你知不知道他现在不想活了？萧景晨拖着尾音，语气有些恶劣。哦，是吗？我心里怎么想的，我比你清楚。就算是全天下的人都死绝了，他也不会死。他眉梢一扬，语气带着惯有的不耐，却还是好好解释了。他想要的太多，我只能给他婚姻旁的不会也不可能有。瞧他漫不经心的神态，温继白不语，他漫不经心地眯着眸侧，严思文淡漠眼尾，勾着几分笑意，自以为是。人都到齐了，把甲板收起来吧，再等等。次日午时，一行人已经来到要去黑海的舰艇，训练有素的众人穿着一样的服装，整装待发。四爷，还有谁没来？小分队的队长宋隐形看着全签到好的名册，不解地询问。温继白没有说话，而是看向不远处由远及近的身影。少女一身简单的衣服，头发绑着轻快的马尾，轻装上阵，踩上甲板，登上舰艇。你小白花的样子装了5年一时半会的，还真难改过来。在场见到我的人心中难免有些震惊，没想到臭名远扬的我竟然长得这样好看，站在那如同淡雅的白芍药一般。萧景晨神情严肃，不容置喙，谁让你来的？快回去！我不理他，径直走到温继白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明媚的眸子漾着笑意。温继白上前一步，将我护在身后，是我带他来的，却不想这一动作惹恼了萧景晨。他声音低沉，队伍有队伍的规矩，未经上报过来的要受处分，去站1个小时。此刻正值晌午，太阳毒辣船舱外，没有树荫庇佑，气温高得吓人，别说站1个小时，就算是20分钟也热得受不了。受不了就回去。萧景晨本意是想逼我知难而退，没想到下一秒我竟径直走向，一边站着满脸无所谓。系统忍不住吐槽：宿主你真是比冤大头还冤。昨天晚上攻略目标把宿主带回玉龙湾后，放在主卧的床上，自己去了 A 区处理事务。本来是想要上报的，结果谁知道房门居然上锁了。3楼是禁区佣人，上不来。早上宿主硬是把房门给挖个窟窿，从里面钻出来的。也不知道攻略目标要是见了他那惨不忍睹的门会有什么反应。力哥，温医生都说了，是他决定带姐姐来的。一旁的季星忍不住求情：姐姐，这也不算是没有事先通知吧？宋隐形收起名册，无奈道：林哥这个确实是不符合规矩的，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我。虽然长得漂亮，但感觉很执着，不好相处。站在他旁边的众人忍不住嗤之以鼻起来。娇滴滴的公主非要逞能跟我们一起去黑海，真以为自己是公主了？你别说，还真是这样，连孟小姐的一根毛都比不上。倒是学会了学孟小姐跟着我们一起出海。孟小姐都知道这次凶险，所以才没有跟着我们一起上报。她倒是逞能。就是众人讨论着，才发现了一丝不对劲。视线中，他们聊得正起劲的，孟小姐居然正慢悠悠登上了甲板。不好意思，在路上耽搁了些时间，加上昨天实在是有急事，所以忘了上报，都怪我。精致的妆容挂在脸上，孟婷优雅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满脸的惬意。在看到我的那一刻，她的笑容凝结在脸上，阳光下，她像一朵娇艳的玫瑰，立即引得不少人的同情。没事没事，这多大的事啊，孟小姐赶上了就好。对呀，船还没开，一切都不算晚，没上报就算了。孟小姐赶紧休息一下吧，我们要启程了。刚还在议论我的几人，见到孟婷立即换了一副嘴脸。孟婷笑着点点头，
头，没说什么，看向萧景晨，景晨，香香，他怎么也跟着一起来了？此刻我脸上布满虚汗，还是不肯低头的模样。萧景晨又恼又怒，没注意到孟婷没上报，下意识的开口，不关你的事，去船舱待着。G 哥见我被差别对待，季星双拳紧握，就连一旁的宋隐形也看不下去。二爷孟小姐也是没上报，却去了船舱。就算她真如传闻一样骄纵，但纪律不是用来区别对待的。温季白道，景晨让沈岩也去船舱歇着吧。一个接一个人跳出来为我求情，当事人表示真不用这样，我还指望太阳把我烤死，好快点去找下一个攻略目标。系统快帮我屏蔽痛觉，一身的伤加上高温头确实有点晕，这是不争的事实。在空间内吃着薯片，喝着冰饮的系统默默把冷风开到最大，对着自己呼呼的吹。空间内的温度是跟着宿主走的，幸亏他准备了不少东西，往嘴里丢进最后一个薯片，系统才悠悠开口，宿主没必要。为什么？因为你马上就会被狠狠掐住人中。什么鬼？谁敢掐我？我现在壮的能嘴硬的话还没说完，身体不受控制的直倒在地上。姐姐，季星快步上前将我给捞入怀里，他着急的唤了我几声，见我没有丝毫动静，又恼又急。还好温季白上前伸手按住我的人中，他试了试脉搏，确认人没事才松了一口气。香香，他没事吧？孟婷面露担心，围在他身边的人见到这样心里产生了点懊悔。萧景晨看着我的眸子越发浓郁，面上透着一丝悔色，但终究没说什么。宿主，呼叫宿主。舰艇快到的时候，系统才慢悠悠地把我给唤醒。我揉了揉有些发晕的脑袋，一脸懵逼。宿主，本系统检测到黑化值离咱们越来越近了，宿主准备好迎接疯批们的准备。空间内系统看着一个又一个爆表的黑化值，对宿主终于能换下一个攻略的目标，那是信心满满，此去肯定是无悔的。只不过本系统还是忍不住想说一句，前攻略目标的心偏得也太狠了吧，简直就是没边了。无所谓，我下了床猛喝一大口水。偏心的人永远不会认为是自己偏心，因为他的心本来就是偏的。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没在心里想，直接脱口而出，宿主，你要不然还是等会再出去，前攻略目标此时正在你的门外。听系统这么一说，我直接上前一步猛地开门，他脚步一顿，两人视线撞上，一双清澈眼眸对上那双深邃如同浸了墨的眸子。好些了吗？低沉的声音荡入耳中，我径直越过他往外走，散漫地丢下一句，托您的福好多了。来到甲板，清凉的海风拂过脸颊，耳边是海鸥时不时的叫声。大家见到我来，目光齐齐，头在我身上不由自主地惊了声。香香，你终于醒了，来，过来坐。孟婷放下手中酒杯，笑着拍了拍身旁的座位。季星视线落在我身上，目光灼灼。我摆摆手，走向一旁的护栏处，看着即将到达的彼岸。越往北海水越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活了几十年，攻略了3个目标，全部都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来黑海？温季白的声音从背后响起，我没回头，也没回话。来者自顾自地走到我旁边，目光灼灼。温季白此前5年，我要么喊他温医生，要么喊他四哥，这是第一次喊他的全名。我转身看向他，微微一笑，笑得释然。温季白，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有的时候用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那些自以为是的交易，或许在一开始就是错的。这话听得温季白一头雾水。众人踏上黑海这片土地为首的司任，带着一群身穿黑色西装的人迎了上来。厉二爷有失远迎组长，派我等接你们过去。站在一辆卡宴前，萧景晨五官线条精致，凌厉眉骨，硬朗挺拔，配上那一身中衫，妆显得格外利索。他转身看向人群，似是在等人，目光触及我的一瞬，我快速躲开，径直走向前面，一声不吭地来到了司任的车后面。景晨在等谁呢？我们走吧。孟婷自然而然地进了萧景晨的那辆车，男人唇拧成一条缝，见我已经上了别人的车，关上车门，神情越发沉郁。路程到一半，车内气氛安静异常。宋隐形率先打破了僵局，身体好些没？正在闭目养神的我，一睁眼，先看的不是宋隐形，而是坐在副驾驶透过后视镜盯着我，满脸震惊的司任，真的太像了。司任边看嘴里边忍不住喃喃低语，眼眶竟逐渐湿润，一时间竟忘了自己的失态。我没事。我忽略掉司任的目光，淡漠回应宋隐形。众人被一路带到关河庄园，气派无比的门楼高高挂起，仿佛经过几百年岁月的沉淀，依然不减当年的辉煌。浩浩荡荡的车队向庄园的北山驶去。厉二爷，这栋楼是组长特地为你们准备的居住地，清静淡雅，不会有任何人来打扰。司任接着介绍，关河庄园分为东西南北4个部分，北边是组长和贵客所居，南边和东边可以自由闲逛，但西边的望乡阁是禁区，万万不能进去。宿主，你忘了，那是你曾经居住的地方。系统默默道。废话，我当然知道我葬身的地方，能不知道吗？我记得在攻略思绪的时候，我的记忆手镯放在哪，还没来得及带走是吧？得到系统肯定的答复。今天夜晚我说什么也要把东西给带出来，毕竟我绑定的那个手镯无时无刻不在记录着我所发生的一切，是喜是悲，是冤枉是欺辱，所有的真相都在里面。关河庄园介绍完，司任便事先走了，临走时不忘深深看一眼
我的样子。咱们这多来了一位贵客吗？正在分配房间的佣人不由得询问。我应该就是多出来的那一个。没事，给我准备个简陋一点的房间。也一样，我看东边的那间房就挺不错的，那间房还是我那个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虽然小了点，但是有巨大的落地窗，外面的风景可以一览无余，而且他还定制了一把超级舒服的椅子。那间房可使不得，佣人顿时犯了难。那里是组长常待的地方，一切设施都是组长亲力亲为，就连我们也不敢进去打扫。每次组长身心俱疲的时候，就会在那坐上好一会。听以前的老管家说，组长是在思念一位故人。没事，香香先跟我住吧，也就1天的时间，估计佣人就收拾好了。见萧锦晨要开口，孟婷连忙插嘴，上前亲昵地挽起我的手，不容推辞地往楼上走去。众人觉得这是眼下最好的办法，也就没多想，跟着佣人刚打算回自己的房间，身后传来一阵惊呼。在他们震惊的目光中，孟婷顺着台阶滚落，头重重地砸在栏杆上。姐！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江博立即反应过来，第一个冲过去，慌乱地将人抱在怀里。温继白立即用随身携带的医疗箱止住孟婷头上的鲜血。锦晨，我好害怕！尚且还有一丝意识的孟婷迷糊地喊着。萧锦晨周身气压低得可怕，似是火山爆发的前兆。大家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我正目瞪口呆地站在2楼的平台上，往下注视着一切。系统又来活了。我知道，本想着在黑海我能够尽早脱身更换攻略目标，但孟婷明摆着是不肯放过我。沈岩，我姐对你那么好，好心好意带你去她的房间，你倒好，明里暗里想着伤害我姐。江博吼着，要不是孟婷现在在他怀里，说什么他都要冲过去教训我一顿。同行的几位队友见此都跟着谴责了起来。江姐昏迷前手指着沈岩，肯定是在说自己是被他推下来的。没错，之前我还觉得沈岩是个可怜人，今日一见，果然跟传闻中的一样恶毒。江姐也不知道哪里惹到他了，被他处处针对，议论声此起彼伏。萧锦晨眸子冷得可怕，周身的低压恨不得把人给冻死。我慢悠悠地走了过去，路过孟婷的时候，抬眉观察了一眼，就知道这个人拉我上去，没啥好心眼。力哥现在还没有证据，根本就不能说明是姐姐干的。季心又急又恼，我笑着对他说：“我谢谢你哈，原来你也知道有些事情需要讲证据。”